今天给老铁们介绍这部2025最新美国恐怖片《杀戮循环》。大卡先是走到一对偷钱的男女旁，掏出一把刀就把女人的脖子抹了，接着又用刀插进男人的右眼，男人立即领了盒饭。餐厅里的其他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直到满身是血的女人倒在地上，大家惊慌不已。大卡立即掏出手枪训斥着那些食客。那么大卡为何要如此残暴的杀人？他的命运如何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原来在几个小时前，路边的餐厅里还有一些食客在用餐。从皮卡上下来一名高个子的男人，他就是本片的男主大卡。此时餐厅里的电视正在报道一条骇人的新闻，在这次凶杀的事件中，有2人死亡，1人重伤，凶手据说是一名皮卡司机。这时大卡正好走进来，看见这些新闻报道，他也很专注地看着。几秒之后，服务员玛丽就招呼大卡坐下来点餐。很快大卡就点了一份牛排，并且邀请玛丽坐下来一起用餐。玛丽当然表示拒绝，这也太离谱了，理由就是他感觉大卡不像是普通人。大卡伸出食指，那意思就是玛丽猜对了，而且大胆地对玛丽表示她的眼睛很漂亮。玛丽全身一震，就赶紧离开。不久大卡吃完就站在餐厅的门口，一直等玛丽下班出来，他分明看上了玛丽，于是就用言语挑逗这名可怜的女人。玛丽表示自己会尖叫的，然后快步离开。万万没想到大卡竟然毫无顾忌地跟着玛丽，玛丽顿时吓坏，强忍着恐惧，从包里拿出防狼喷雾器。Truck. Right there. Go ahead. 玛丽也是半信半疑，让大卡走过去开车，哪知道大卡马上转身掏出一把手枪，逼着玛丽上了他的皮卡。玛丽早就吓得两腿发软，不停地迎合大卡的话语，这家伙说的那些话语要有多黄色就要多黄色，玛丽不得不跟着大卡一起讲，还表现出很兴奋的样子。接着大卡开始动手动脚。I want. I want to feel you inside me. There you go. 万万没想到玛丽竟然被捅死了。一阵震动之后，大卡重新出现在餐厅的门口。他感到有些迷茫，因为他记得之前他来过这，还把玛丽杀了。接着他走进去，看见一切都如故，玛丽还在招呼客人。大卡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又走到门外看了看，他确认这是真的，然后返回餐厅。餐厅里的人见到他的感觉就像是第一次见面似的。没错，餐厅的里的人都没有见过大卡，包括玛丽也是这样。他走过来招呼大卡点东西吃，大卡看了一下表，没错，就是之前的那个时间点。玛丽也跟着确认了。大卡尝试着问玛丽是否认识他。 Me. I'm sorry, have we met? That's a good question. 大卡还是点了一份牛排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跟第一次没有什么区别，大卡吃完了照旧站在门外等着玛丽。这次大卡没有挑逗玛丽，他讲起了生命的意义，仿佛他是生命的主宰者。玛丽不想听，就径直往家里的方向走去。大卡照旧跟在后面。玛丽害怕了，就转身问他想干什么。大卡表示自己要取车，玛丽就让大卡先走。大卡这次直接把手枪掏出来威胁玛丽，逼着他到车里谈谈。玛丽哭着表示自己还有个小女孩要养活，大卡可不管那些。两人在车上聊着黄色话语，突然大卡捅死了玛丽，这个跟第一次还是一模一样的。一阵震动之后，大卡又回到了餐厅，里面的场景跟之前的2次一模一样。大卡顿时暴躁起来，开始咒骂那些餐厅的食客。当然那些食客也不是软柿子，双方对骂起来，格子衫叫嚷的最厉害。接着大卡掏出手枪，开始威胁每一个人，然后用枪抵着玛丽的头，逼着她把衣服掀起来看看。玛丽只好照做了。大卡看得清楚，玛丽肚皮上并没有伤疤。大卡马上意识到这个世界乱套了，不是自己生活的那个世界。他开始咒骂起来。We are closed tonight. 哇塞，大卡竟然被格子衫击杀了。一阵剧烈的震动之后，大卡再次回到了餐厅，这里场景跟之前还是一模一样。再傻的人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没错，大卡陷入了杀人的循环当中，而且他在这段时间里根本出不来。他冷静下来，直接走出餐厅，开上自己的皮卡车。他要逃离这个时间轨迹，他要做出不同的事情出来才行。
他这个想法是对的。他刚刚驶离这个餐厅门口，一阵剧烈的震动之后，大卡发现自己又被莫名送回餐厅门口，他气得大声叫喊，立即推门跑出餐厅。可是一旦他离开餐厅门口的街道，他又被送回餐厅。这样反复搞了好几次，他还是被困在这段时间内。渐渐他意识到这个办法行不通，于是他开始尝试用新的方法。当他再次出现在餐厅时，他直接掏枪击杀了格子珊，然后快步走出餐厅。他要穿过那条街道，可是结果他又被送回餐厅。这次他不再冲动，而是静下来仔细的想想该怎么办。他向玛丽点了牛排，然后他看见餐厅角落里坐着大胡子正在认真的吃东西。他走过去跟他说自己陷入了时间循环当中，可是大胡子仿佛没有看见大卡一样，照旧吃着自己的那些食物。大卡最后无聊的走开，慢慢他有了新想法，他决定把这里所有的人都杀了，看看到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出现。于是强行穿越餐厅门口的那条街道，他再次回到餐厅。这段时间重新又开始，他先是走到一对偷情的男女旁，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。那对偷情男女被大卡杀了之后，大卡掏出手枪威胁其他人。你说也怪了，旁边的厨师竟然镇定干着活。大卡觉得说的差不多了，他无意中转头发现厨师竟然不见了，顿时感到十分的惊讶。万万没想到，厨师出现在他的身后，用平底锅直接把大卡拍晕。然而怪异的是，大卡又出现在餐厅，他绝对不讲一句废话，立即用刀展开杀戮。一个人、两个人，餐厅的食客挨个被杀，整个过程持续半个小时。他把尸体都装上皮卡车上，厨师镇定地干着活，大卡不去惹他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大卡照样被多次送回餐厅，时间照旧在循环。最后他觉得问题应该出在厨师身上，于是他再次回到餐厅。这次他先去找厨师的麻烦，他逼着厨师给他做炒鸡蛋。厨师表示不爽。 Sir, you're very rude. I suggest you find seats before you find trouble. I'm getting real tired of your shit. You hear me? Are you a little sneaking around? Huh? Like some little fucking bug? I'm fucking God here! 大卡瞬间拿起菜刀要杀厨师，可是万万没想到厨师动作太快了，大卡被打到在地动弹不得。几秒之后，大卡挣扎地站起来，掏出枪指着厨师，可还是没有厨师快。下一秒，大卡被厨师瞬间打晕。几秒之后，大卡再次出现餐厅，他不停地向大胡子倾诉时间循环的问题，可是大胡子照旧不说话，仿佛大卡并不存在。气得大卡拿着鸡蛋又去找厨师麻烦，他认为这里时间循环的关键点就是厨师。瞬间大卡又被打晕在地，时间又开始循环了。大卡不停的反复多次跟厨师厮杀，可是每次都被厨师打晕。然后时间再次循环，每次他都总结打斗的经验，可是每次都被厨师拿下。最严重的一次，竟然他被厨师摁在炉子里，整个脸部都被烤焦了。最后一次，大卡开窍了，直接冲进厨房，用枪打中厨师的头部。他感觉时间不会再循环了，于是自己动手做起炒鸡蛋吃，他十分的开心，然后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一枪。他为了不再陷入时间循环，做了最后的努力。一阵剧烈的震动之后，他还是出现在餐厅。玛丽在一旁招呼着他，这次他彻底明白，无论他怎么做，他都是无法离开这个时间循环的。于是他就破罐子破摔，不停的酗酒。每次醉倒之后，他又重新出现在餐厅，哪怕玛丽报警让警察把大卡这名酒鬼带走，可是转瞬间他又回到餐厅，时间又开始循环。万万没想到，在角落里吃东西的大胡子开口说话，意思是大卡永远不可能逃出这个时间循环的。大卡酒精上头，认为还是自己杀戮太少了，于是接茬挥刀杀死餐厅的食客。那些食客仿佛是绵羊一样等着被杀。无论是杀害那些食客和玛丽的先后顺序如何改变，大卡照旧还是被时间循环了。也不知道循环了多少次之后，突然餐厅里出现了一个牧师，大卡非常惊讶，这意味着这次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于是他就找牧师倾诉他所遇到的困境。 Why are you here? I don't know. Yes, you do. No. Yes, you do. Salvation. Have you found it? No. 难道牧师是来救赎大卡的吗？大卡接着痛哭流涕，表示自己要痛改前非，好好做一个人。
牧师表示大卡会得到新的开始。随后大卡重新出现在餐厅，果真一切都不一样，他跟餐厅的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。最后他跟玛丽还在停车场约会上了，两人在车里接吻，最后大卡还是把玛丽捅死。一阵剧烈的震动之后，镜头来到一个研究所，大卡最后杀玛丽的表情被录制下来，大家纷纷来研究，牧师其实就是这家研究所的领导，而玛丽是这家研究所的精神科医生。别看大卡是他们实验的小白鼠，可是大卡本身就是连环杀人犯，十恶不赦。这个所谓的时间的循环是这家研究所制造出来的梦境，目的就是在梦中改造大卡这种类型的重刑杀人犯。可是这次大卡没有通过改造，因为他最后还是杀了玛丽，他将被警察带回牢笼里长期关押。接着研究所开始改造下一个重刑杀人犯大卫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觉得本片从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，男主的表演张力到位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。缺点就是片子的中短，时间重复的次数过多，片子的时长砍去20分钟最佳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